欢迎鼎新电脑制造事业群台湾李浩宇总经理跟我们分享，掌声欢迎。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 Gracie 李浩宇。那其实今天我代表鼎新出来讲这个题目，我觉得在各位先进面前谈这个其实蛮惶恐的，所以今天其实更多是站在一个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客户身上学到的经验的角度，一起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哈。那我这边的题目呢，其实是打造永续企业的关键引擎——数字下的人才育成。其实这个题目真的蛮大的，因为其实刚刚前面谈到的事情是怎么从孩子在小的时候开始育成起哈。那我这边面临到更多的经验分享，其实是在社会大学，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企业端里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那我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来谈一件事情哈，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其实在2015年在谈所谓的数字智慧工厂。然后一直到2020年，更多2019年开始，我们更多的客户在谈怎么样去做低碳智慧工厂。那其实，在做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发现里头根本存在了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在做所谓的数字转型跟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企业主对于这样子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可是大家为了要能够走出台湾，要能够接全球更多的生意，然后服务更多的客户，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在这里头最根本的一个议题，这个好像动不太了，可以帮我一下。好，那在这里头，其实最根本的议题呢，其实回到的是缺工。那我想要在这里头先给大家一组数据来看这个缺工的议题哈。其实全球少子化这个题目，我们其实在大概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我记得其实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我在中兴大学演讲的时候，那年的大一的新生其实已经不到20万了，其实只有19.1万。在我入学的那一年，我记得那年是27万。其实整个现在已经呈现一个面临的一个状况是整体的劳动力不足。那以在今年 Q1 对比去年的 Q4， 其实会看到整体企业主的对于人的需求量是增加，这还只是基层的人员，还不包含中间的管理阶层。那回到的再来看一组数据，其实全球75%的企业，它在面临的是它整体的人是不够的。那我们回来看下面，我们有给一组台湾的数据，其实73%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客户，其实他可能会往东南，在大概2014年、15年，一直陆续往东南亚布局。其实不在于是因为真的想要离开台湾，而是我们的劳动力已经不够，他真的是需要去充足劳动力的地方来服务更多的人。要想办法去做一些知识的分层跟经验的移转。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一样是回到的是，现在我们的企业主要找一个基层的人员，平均是要47.7天。所以这里头已经在显示一件事情，先不用谈能力的不足，人力的不足本来就已经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了。那在人力的不足的情况下，回到的当然，我们的企业客户最常跟我们谈的，那能力呢？大家常常说，那我怎么样提升我人员的能力？我怎么样透过流程跟工具去解决，降低人员能力学习的门槛，想办法让这件事情更容易被接受跟解决？因为大家都想要留下人。因为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其实台湾已经面临一个状况哈。我很常开玩笑的事情是，其实高阶的劳动力都已经被台积电囊刮走了。都被这些大厂已经囊刮走，但是台湾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98%的中小企业其实都是制造业，几乎都是制造业。那现在大家企业主里头最需要的能力，其实不外乎是人工智慧、数位行销、虚实整合，甚至各位看到这边旁边这边有列出来了一个这个美学设计，现在的美学设计也都跟 AI 是没有办法分开来的，更何况这些的技能力很多其实必须从上到下去做一个贯穿，所以这个已经是现在我们在企业上就是在实务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并不仅限于台湾，因为台湾其实很常是我们在做制造业的全球的总部。更多，我们其实是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延伸到可能之前在中国大陆，后来到越南，然后甚至到我们的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好，到非洲或者是到南美的地方。其实这个议题其实已经是全球性的一个延伸。那如果既然在缺工缺能底下里，那我们其实就开始在跟我们的企业客户开始就在跟我们讨论。那他面对他我们都已经知道这就是一个在很多年前知道这是一个趋势。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哈，那当然这个方向不外乎就是几点：要么我想办法增强教育训练，提高人员的能力；要么我想办法去打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让人员能够自然的去学习。那不然就是我真的要想办法补人嘛。那想当然尔，可能补人这件事情已经是越来越难的，它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所以开始更多大家在思考的事情是，2017年、18年，我们很多客户大量的在做机联网，在做自动化，想办法就是要用机器人或者是智慧的设备去补足人的能力的不足。但是即便设备它去补足了人力的不足，它还是有它的限度。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需要人的软性沟通，跟需要人的价值创造去做有一些墨守成规的打破。所以更多开始我们在思考的事情是怎么样让训练人这件事情可以是新手变熟手。甚至近3年我们在讨论的事情已经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不是让我们的同仁进来的时候，他看着一个前辈的背影，一个30-40年，因为台湾很多企业可能都已经是30-40年，甚至有些已经到70年。我记得我去年参加了一个40周年、一个70周年的那个全球的经销商大会。其实很多企业都已经这么久了，那些30年的知识，一个员工他刚进来的时候，他看着那些人的背影，他其实是非常无所适从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学习。怎么有序的学习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开始在思考的事情是，可不可以我们干脆不要让他们学习了，我们让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应用他们的已经存在的经验的智慧，可以更好的协助大家来运作。好，所以其实整个在缺工缺能的这个题目底下，哈，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之前在谈的数位转型、数字转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思维的变化。我们自己这件事情，其实顶心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我以前其实我是 ERP 的流程导入顾问出身的。那我们以前在服务客户去做整个全面的 ERP 的导入的时候，其实最常在谈的就是流程改造。好，所以以前在想的事情都是台湾最擅长的，就是怎么定一个非常完美的 SOP， 让这不同的职能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来做。但是现在的环境变化已经非常快了，更何况一个萝卜一个坑，首先你也要有人去蹲那个坑。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流程思维的在做事情，但当你把人扒起来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的，没有办法再往下执行的。那我们反而不倒过来在想的是，那我怎么样把以前人在做的事情，我把这些知识全部封装起来，每个企业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运作跟经验学习跟判断的方式，我怎么把这些知识沉淀下来，让这些的知识的经验变成数据，由这些数据去驱动新进来的人来做事情。让真正的做到的事情，是我们由原本的人找事情来做，变成事情来找人，驱动人来去做所谓的决策的回应，甚至让人有更多的时间回来去重新打破。好，所以这里头也在触发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也在思考怎么样协助下一代的企业去因应这个题目哈。那这个题目应该要怎么运作？其实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把就是各个分公司，包含到越南、泰国、东南亚的这些的重要的精英骨干干部，全部拉到那个上海一起集结，大家一起来思考下一代的企业应该要怎么运作。
那我那时候也参与在其中，其实大家想了很多。本来大家都在谈的事情是怎么流程效率化，怎么执行效率化。可是最终，其实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下一代的企业应该要是能够知识被封装的企业。也就是说，它改变了我们以前的一个想法。以前呢，我们在做所谓的知识跟数据的储存的时候，我们想的都是怎么把流程的结果记录到系统里头，让人可以有更多的经验，让人可以有更多的经验被留下来，同时后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去找到。所以这个是以前的当流程走到知识库的时候的一个概念。那它其实某种程度，它还是将人的行为去做数位化。可是当时我们在2018年那次的讨论，其实我们的结论是不应该是将人的行为数位化，而是应该要将知识数位化。那所以在将知识数位化里头，我们会认为它最后的结果的呈现，它应该要会是每一家的企业，它的知识它可以被传承。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新的人进来的时候，它是可以快速复用的。那有了这些的知识之后，一个一个的企业，它的知识如果都能够复用这些的数据，它其实能够相互影响其他的企业，它的前面的供应链，或者是影响它的客户。所以这里头会带来的是整体性的，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体价值链跟协作链的生态的串联。那这些的串联里头，其实也会改变一些根本的行为。好，它可以更透彻的、更了解整体消费者的需求。举一个例子来说，其实台湾的制造业非常多，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出口外销。那出口外销其实大部分以前的行为模式都是依赖当地的经销商。我举一个就是很大的自行车或者是机台设备，其实都会有赖的当地的经销团队来协助，因为人在当地的人工厂或者是当地的user 在使用的时候，他碰到问题还是需要有人去服务。那以前台湾的这些制造商是被经销商掐着喉咙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到底市场的变化跟人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呢，在未来知识数位化的企业，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思维加进来。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容易的去洞察，协助经销商之余，我也可以洞察到终端消费者的需求。那最终呢，其实这里头应该会要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就是任何人的产品，它都可以装载知识。它都可以装载知识。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数位化的企业的一个未来的想象跟逻辑，其实我们往下再发展的就是，那以后未来的工作者，人会被机取代吗？这其实是很常我们的客户会问我们的问题。人就是关灯工厂到底会不会让人的工作消失？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跟我们的客户说，不可能。关灯工厂它其实只是把重复性的、需要统计的、大量分析的这种所谓的高频且低质的工作取代掉，它是将人的时间放出来，应该要让这些人去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所谓的软性沟通。好，这个就是人存在的意义，因为 AI 没有办法学习软性沟通。第二个呢，是让它呢能够更多的时间去重新再创造规则跟打破规则，尤其其实在后疫时代。跟之前的这个陆陆续续的乌俄战争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发现一件事情：过去的 SOP 做着100%的 SOP，100分的 SOP 其实得不到100分的答案，因为环境早就已经变了。好，那所以更多的是以前我们会想的事情是，我把这些流程自动化，慢慢的，它应该会在这个流程自动化的过程中去淬炼、去学习，将所谓的知识能够沉淀，变成真正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其实他协作的就是将我们之前在谈的数位原生这样子整体的技术去做一个放大，让虚拟世界的算力能够去无限放大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人呢就可以回头来去做更多创造跟打破价值的事情。所以我这边以后就会回到啦，那我们在跟客户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分享哈，他说未来企业主的责任啊，其实就是要打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我们不应该让员工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想我要怎么样去学习，想办法提升。30年之后我也走到这个位置，而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企业主就一起要想的事情是，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要想办法让我们把人的时间释放出来，要想办法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师傅的经验的知识可以被任何一个新员工穿戴。那接下来呢，甚至呢，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数据，数据不是费用，数据是资产。这些数据资产怎么透过 AI 可以去引导我们的员工去洞察跟创造新的价值？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其实有把它去定义出来。现在我们已经在实作了，就是怎么样让每一个员工都像董事长一样有自己的特助，有一个 AI 助理。那同时呢，这个 AI 助理他本身具备专业的领域知识，他能够赋能我工作，所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提醒我，不用在一进公司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一大堆规章，在我需要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我可以怎么样工作，我可以自然的完成，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协同我一起做。那最终呢，真的会有一个企业的 AI 教练，他能够去引导我们去想哪边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大的，我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去解决问题，创造新的机制来协助我的其他的团队的伙伴，大家更好的工作。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跟企业主这边在打造的时候在做的事情。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更多的能够将一个30-40年经验的公司跟一个10年经验的公司，他们可以走的路径就会都是不一样。每一个公司他自己就会有独特的知识能够存下来了。所以即便同样可能是做电子组装的，好，或同样是做机台设备的，不同的设备就会有不同的经验被封存。那我这边最后很快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其实每一家公司其实都会有采购啦。好，那一个采购进来的时候，其实这工作说简单很简单，说难其实也蛮难的。那我这边讲制造业的状况，因为其实制造业比较复杂，其实通常采购一进来的时候，他会直接面临到大概就是4个不熟，对他们的产品不熟，产品不熟对图面不熟，图面不熟对供应商不熟，然后呢，他对客户的要求也不熟，所以在一堆问题下来的时候，他们很常要去系统里头去查大量翻找这些资讯，他光这些资料的收集可能3到7天就结束了。那但是呢，其实新手采购这样做，但是其实老手呢，有经验的人，他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他可以在脑中里头就已经在想。但即便是老手，他可能都还是需要花到大概2天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我们在释放的人的时间的部分，更多的重点是让新手可以有老手的经验，轻松的上手。那老手的部分，就是要把他必须要重复性、必须要占用他时间的事情，让他的分身能够协助他完成。那能够完成之后，下一步，接下来就是这些的知识经验能够可遵循。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谈的方法，不是按照流程来做，而是真的能够依照环境的数据变化，我们能够随时做到走一步算一步。它就像 Google Map， 我今天堵车了，我不应该要再直直的走这条路，我是随时可以切换的。那它才能够更好的去因应现在的企业社会的变化。那最终呢，有了这些数据的留存，最终我们其实就是将这样子的一个 AI 伙伴慢慢的训练为他的 AI 教练。那由这个教练可以开始的把更多的跨部门的时间去做一个整体性的知识的总结，然后引领大家去思考下一个问题在哪边，是不是要在封装新的机制作为知识存回到系统里头，成为新的 AI 助理，然后让他慢慢的成长为伙伴跟教练。好，所以这个是现在我们在实务中再去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逻辑。那当然能够运用的场景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其实当时呼应前面的题目，在谈未来企业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事情，其实现在不管是大型的企业，甚至在一般的中小企业，其实未来已经到来了。那其实整体性的转变并不仅限于是工作者的转变、个人的转变，它更多其实已经改变了现在的组织的行为，改变了现在的营运模式，甚至已经改变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生态系的串联。好，那为了要让这件事情是更好的运作，其实我们也
呼应前面鸿海基金会这边哈，我们也在思考的事情是，企业主就会问了，那我怎么去找这样的人？那我们其实也开始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思维，把它开始往前去推广到学校。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鼎新以前的责任都觉得说要协助企业谈企业的 CIO 去做更有效率的系统哈。现在更多我们都在思考的是怎么去培养更多具有数字思维的人，因为其实 AI 的运用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多对于做事情的想法。所以其实像我们很多客户，以前我们都能告诉客户答案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是没有办法告诉客户答案的，因为我们只是告诉他，其实你怎么样去封装是更有好的，怎么样去训练是更有用的。那要去做这样的训练，其实是需要更多的人的加入，所以这个数字思维是非常重要。那包含到去年开始，其实我们跟东海还有中央大学，其实都有在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数字驱动的大赛，或者是这样的工作坊。目的就是希望让学生能够将这样的思维带给学生，同时让学生有了具备这样的思维之后，将他们的创意应用回到企业端。好，应用回我们的社会大学。那当然，我们为了要推广这样的概念，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我们也有跟主办方天下这边，其实有推了一个数字转型的白皮书。那个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推广一下。那希望其实是有更多的企业是能够有这样的想法，一起去做这样的改变，对整体企业会有更多的贡献，让整体的供应链是那个价值能够提升的。所以往下里头进到就是新技术的改变，人还是存在的。那往左协助去协同整个低碳企业的运作，做到低碳转型；往右跟着新技术里头去做到智慧，然后去做整个的数字转型。所以未来的低碳制造，它的路径才能够更有序的去被落地。那以上是浩宇这边的分享，谢谢。掌声谢谢鼎新李浩宇总经理精彩的分享哦。